小凤凤哪里跑？师尊救我！小凤凤哪里跑？给我站住！啊！师傅，你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不好好修炼，成天就知道招猫逗狗。你看，这凤凰毛都给拔光了。师傅，我没有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先天玄阴之体，注定活不过20。你如今都19了，再不找到你的天命人，阴阳互补，你呀，就等死吧！啊！不是，师傅，你来真的呀？你真的要让我跟这个什么傅成燕成婚？为师还能骗你吗？此人玄阳圣体，你们俩生死相连，赶紧下山去吧，去晚了，你们俩都不能活。记住，若是不能与他阴阳互补，你就会性命不保。有问题找你师姐，实在解决不了，就打开这只锦囊，为师云游，勿扰。师傅，你还没告诉我，到底什么叫阴阳互补啊？傅少的病，老夫实在无能为力。无天之下，怕是只有清泉山那位老神仙才有能力救治。这副灵泉能压制住傅少的怪病7日，若是在7日之内找不到，就只能准备后事了。老夫人说了，只要能怀上傅少的孩子，就有1个亿的谢礼。1个亿！你们务必要成功。都给我滚！干什么？回去啊！神经病啊！活该这么大年纪还是处男。副总，老夫人交代您好歹留个后啊！您的婚约对象江家迟迟不履行婚约，公司还有您二叔虎视眈眈。出去！封锁整个灵泉，算是我看到。叫这些女人进来，你也给我滚！副总，滚！如此强烈的财贵气息，看来他就是我的天命之人傅成燕，好帅啊！可他为什么死气缠身呢？不够了吗？放手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都怪我师傅。干你们这行的还有师傅？对呀，我师傅可厉害了，好多名门望族都要求着他，他才肯出山呢。你年纪还小，以后别干这个了，做这个工作是违法的。也没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吧？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呀？我技术可好了，一会儿你试试就知道了。哎，傅成燕还没有饥不择食到这种地步。许特助，把这人给我带出去。这个铁链质量不太好，你手腕都受伤了，我帮你治疗一下吧。别碰我！臭大叔，我好心帮你疗伤，你竟然还凶我！让你凶我，让你凶我！你给我放开！啊！我手上的伤怎么都消失了？我不下了，除非你跟我道歉。好，我跟你道歉，再给你100万，现在可以松开了吧100万，区区100万就想收买我，你休想！哎呀，傅少不好了，你的堂弟带了一大群人去公司逼供。等等，我眼睛花了是不是？他的劫骑在傅总身上。许特助，快给他1000万！1000万，总行了吧
你要是再不放手，这1000万可都没了。1000万，我下。小姑娘，前途无量，我看好你。大叔，你别走啊！你是我的天命之人，我们得尽快阴阳互补，不然我就死了。小小年纪，真是不知廉耻！别让我再看到你。大叔，你今天不宜出行，北方有大凶。你是哪个经纪公司的？这么有，我在名单上好像没见过你啊。经纪公司？我不是什么经纪公司的，我叫江怡。我是下山奉命跟傅成燕成婚的。江怡，和傅总有婚约的江家大小姐。老夫人，喜事儿，大喜事儿！傅总，这江怡小姐还没出来。去公司。傅总，您再撑一撑，我们已经在全力寻找清泉山的老神仙了，我们一定会找到给您医治的。老神仙四处云游，奶奶找了20多年都没有找到，我已经认命了。您贵为京海第1豪门继承人，才28岁，您绝不会这么死的。生死有命，我已不报仇了。只是父亲父子欺人太甚，我绝不能让我父母辛苦创立的公司毁在他们手。傅少，前面堵车了，要快的话就要走北边的小路。您看，你今天不宜出行，北方有大凶。抄近道。这路都快到头了，也没见有什么危险。这江怡小姐不会真的是骗子？怎么回事？啊，完了完了！大叔，现在相信我说的了吧？傅总，我眼睛花了，如此天生神力，这真的是人能做到的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她是你老婆。奶奶，我哪来的老婆？这个婚约呀，是江父两家长辈定的。既然小姨回来了，还赶紧去领证。傅总，你们就这么水灵灵的领证了？算了，奶奶身体不好，领了证她才能安心。徐特助，时间已经耽误够久了，我们现在立刻去公司。大叔，我们已经完婚了，那现在开始阴阳互补吧。你这小脑瓜里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？当然是跟你阴阳互补啊！我师傅说了，我要是不尽快互补的话，会死的。现在真是世风日下，挡三难少。现在的小年轻真不知羞耻，这男的会不行了。你能不能克制一点？我已经给了你傅太太的位置，其他的你想都别想。哎，大叔，你去哪儿啊？大叔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别管他，开车。大叔，我还没上车呢！啊！借个车！啊，我的车！断臂长征单，这小姑娘看起来也不像个骗子，要不试试？这都是谁先下凡？这里可是傅氏集团，谁给你的胆子闯进来的？当狗也要看清楚局势。傅成燕他马上就要死了，我不这样，怎么维护公司的股份啊？
从现在开始，给我召集公司里的所有股东，把傅成燕的股份转让给我，有问题吗？二少，您可真是霸气，雨欣跟着您真是选对人了。等您当上副总，别忘了娶我。放心，我怎么可能忘了你呢？二少爷，不好了，副总来了。蠢货，什么副总？从今以后只有一个副总，就是我傅明。是吗？江雨欣，难怪你迟迟不履行江傅两家的婚约，原来你早就和傅明勾搭上了。良禽择木而栖，傅成燕这种短命鬼根本配不上我江雨欣，只有傅二公子才配拥有我。你就这么赌？傅明这个废物靠得住？傅成燕都死到临头了还嘴硬呢，他靠不住，难道你这个短命鬼就靠得住吗？大哥，我知道我给你戴绿帽子你不开心了，你放心，等你死了之后，我一定多烧点纸钱给你啊！真是太过分了，你们这对狗男女简直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？我傅明不过是顺应天命罢了，你傅成燕马上就要死了，是老天让我代替你想拥有的一切。我的好大哥，你就安心的去吧，我会给你挑选一块最好的坟墓，让你和你那个死鬼双亲葬在一起。哎呀，赶紧拖出去，死在这里真晦气。怎么说话？我大哥他还没有签字呢，怎么能把我大哥拖出去的？大哥，签字吧。有我在，大叔才不会死。你谁呀？这是你能来的地儿吗？还不赶紧带你那个破三轮车给我滚！江姨，你怎么来了？夫人她竟然蹬着三轮车过来了。江姨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这扫把星给扔掉！爸爸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这丫头生下来就是个断掌。俗话说，男断掌值千金，女断掌克六亲。你再犹豫，她早晚要克死我们全家。今天这件事啊，你就给我烂在肚子里。你只要知道，只有那个扫把星死了，以后傅家的富贵就都是你的了。江姨，你竟然还活着！我当然活着。我师父说，万法唯心，因果循环。当年你们把我抛下悬崖是因，如今我回来就是你们的报应。什么狗屁报应？都轮到卖蟑螂老鼠药了。你这辈子注定只能当个底层人，而我马上就要成为富家女主人了。可是我看你面宫晦暗，眉骨凹陷，像是有贫贱牢狱之象呀，怎么会是富家女主人呢？贱人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保镖，把这脏东西给我丢出去！我看谁敢！我现在可是富家少夫人。少夫人，江姨，你还真是不要脸呢！为了攀上富家，连个将死之人都嫁，真不嫌晦气。谁说大叔是将死之人了？他不就是煞气重了点吗？有什么难治？有什么难治？深海谁还不知道傅成燕怪病缠身，是个间歇发狂的废物？傅家寻遍良医都没用，你脑子没病吧？依我看，你这个姐姐还真是有什么大病。她拿什么治？拿蟑螂药？老鼠药治吗？江姨，稍后我会给你一笔补偿金，但前提是你不要再干这种事情赚钱了。我为什么不能用这种事情赚钱？干我们这行可是很神圣的，我不觉得有什么抬不起头。我现在给你1个亿，你赶紧跟我回去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1个亿！财神爷，那我就更不能走了。想走？想得美！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走！来人，把傅成燕给我按住，乖乖签字。另外那个村姑赏给你们了。傅明，你觉得这些人是你的人吗？走开！你们疯了吗？我可是傅家二少爷，
你们敢这么对我？蠢货！你真以为你这废物能威胁到我们傅家？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拔除你们这对白眼狼的。从今天起，免除傅明所有职务，所有参与者全面封杀。糟了，傅总又犯病了，快去请老夫人和江神医。看见了吗？傅成燕他马上就要死了，我可是傅家二少爷，傅氏早晚落在我手里。你们这些做狗的，也要看清楚局势吗？二少爷，那我们现在要去看看那个短命鬼吗？去，当然得去。等傅成燕一死，我倒要看看那个死老太婆能把傅氏交给谁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煞气已经侵入心脉，五脏六腑全部淤堵，如此痛不欲生。大叔这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。放开我！江神医，我孙子怎么样啊？老夫人，傅少原本就时日无多，现在又气急攻心，老夫也无能为力了。江神医，求你救救他！成燕父母车祸就留着一个血脉，求你救救他！我愿意搭上整个傅家。奶奶，人家江神医都说了，大哥他已经时日无多了，还是赶紧让大哥入土为安吧。以后傅家的产业，我会帮您照顾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大哥死了，你一分钱也拿不到。奶奶，江神医，求求你了，求你救救我孙子！我老太婆愿意倾尽傅家所有财产，只求保我孙子一命。罢了罢了，这是老神仙赐我的清心丹，现在只剩最后一点药渣了，能为傅少再续命7日。如果是再找不到老神仙赐药，只能是尽早交代后事了。药渣？程燕，等一下，江神医，大叔都已经病入膏肓了，你就拿出这么点药渣，未免也太抠搜了吧？你懂什么？清心丹一颗在市场行里千金难求，老夫能拿出一点药渣，已经是倾尽所有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？这千心丹又不是什么难炼的药。江姨啊，奶奶知道你是太过悲伤，才口不择言，只可惜你年纪轻轻就要守寡。奶奶，我伤心什么呀？大叔这病我能治。口出狂言，老生用尽毕生绝学都无能为力，你一个黄毛丫头怎么可能治？那是你技术不行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只要吃下八宝丸，大叔的病马上药到病除。八宝丸？你说的可是能令人起死回生的药中之王八荒八宝丸？对呀，我刚好有一些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八荒八宝丸是以龙丹凤髓、冰魂息壤，再加3味真火炮制，乃是上神药。你真有八荒八宝丸？奶奶，你可千万别信，谁不知道这八荒八宝丸只有清玄山上的老神仙的炼制？就他，你这个臭乞丐，还真能吹牛啊！傅老夫人，我可先声明一下啊，这村姑可是被我们扫地出门的扫把星，和我们可没有关系啊。奶奶，他就是一个卖蟑螂药的，您可千万不能信他。他如果说的是真的，我把我头拧下来。不信是吧？好，那我现在就把大叔治好，让你们看看这药到底是真是假。真是天助我也啊！就让这乡巴佬把傅成燕给治死，也省了我不少事儿。傅老夫人，傅少现在等老神仙，还有一线希望。若是胡乱治疗，那只能是等死呀！不吃是吧？这可不行。这室内怎么突然有这么大的风啊？让我尝吧，乖乖听话下去。糟了，傅少一切了。程燕，都是奶奶害的你啊！好啊，你个卖假药的，还真把我大哥给药死了。我早就说过，
普天之下只有老神仙出手，傅少才无限生机。现在可好，被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女娃乱治，治死！谁说大叔被我给治死了？只不过短时间内虚不受补，暂时进入了昏迷中，1分钟以后他就醒。事到如今，你这个骗子还在坑骗傅老夫人，简直是厚颜无耻，无法无天！小姨啊，我对你这么好，对你这么信任，程砚跟你也无冤无仇的，你为什么到现在还骗我们呢？奶奶，您听我解释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大哥他已经死了，还是赶紧让他入骨为安吧。来人，把这个臭村姑也给我抓起来，让他陪着我大哥一起走。住手！程砚，你醒了！啊，傅程砚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不，他已经没了，这是回光返照，他马上就要没了。哎呀，什么死不死的？你们两个吵死了！程砚，你没死啊！太好了，程砚。江神医，程砚的脸上怎么那么红啊？这脉象是……江神医，我孙子身体怎么样？老夫人，咱们还是先行回避吧。这么回事？哦，大家都先出去吧。徐特助，你也出去。江姨啊，你留下来照顾程砚啊，都出去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奶奶，你们怎么全都走了呀？你怎么样了？我帮你解开吧。江姨，你给我吃的什么药啊？没什么呀，就几颗八荒八宝丸。等等，八荒肾宝丸。你平日里调皮也就算了，也不能这么趁人之危吧？宝贝贝，八荒肾宝丸用于野驴配种，江一，完了，这是师姐拜托我炼制的药，我还没有试验过。江一，快给我解药，否则别怪无情。这是刚做出来的药，还没有解药。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个锦囊，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的。上它！这也能解毒？你这个诡计多端的女人，为了怀上我的孩子，真是不择手段。我没有想怀孩子，我只是奉师傅之命下山跟你阴阳互补的。大叔，我真的是来阴阳互补的。不过这阴阳互补到底是什么呀？你知道吗？大叔，你的床单都湿了。我的小孙子呀，要到奶奶怀里了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找人守着呀，别耽误我孙子的好事儿。是。别过来，我帮你去换一个吧。好，那我不动就是了。
我想吃小鸡炖蘑菇。徐特助，调查一下江怡所有的资料，包括他的师傅。我怎么睡床上了？大叔呢？我的好孙媳妇儿，昨天晚上辛苦你了，快尝尝奶奶做的饭。谢谢奶奶，我不辛苦，大叔才辛苦呢。别乱说话，坐下吃饭。我没乱说话呀。昨天晚上大叔一个人做了很久都没停，后来我都睡着了。江怡，你别胡说八道！奶奶，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？这年轻人这么有精力啊！哎，我去给你们炖点甲鱼鹿茸汤，等着啊。江怡，大叔，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你可真是好养的。大叔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也想去。我们今天可以阴阳互补了吗？喂，大叔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江雨欣，你怎么来这儿？我的好姐姐，我当然是来接你回家的。小姨回来啦！啊，这都是自己家啊，不要客气。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土包子就是土包子，你看看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小姨啊，这次爸爸让你回来呀，是要告诉你，这豪门的事儿啊，我看你还是和父……来，哎呦，我的宝片，我的青花瓷！哎呀，你给我放手啊！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是……哎，死乡巴佬，你以为你是来讨饭的吗？赶紧给我住手！爸爸，你不是说这是我家吗？那这东西也是我的，我为什么不能拿？哎，是，这家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但是这些古董都非常的名贵呀，你赶快把它放回原处，要不这摔碎了，多可惜呀，是不是？你说的对，爸爸。啊，那今天你就把这房子也过户给我吧。或者折合成微信、支付宝也行。死村姑，你想得美！今天叫你过来，不是让你跟我抢财产的。谁跟你抢了？这本来就是我的，就凭你也配？小易啊，你和你妹妹呢是一家人，哪分得这么清啊？这茶水都凉了，快坐下来，慢慢聊啊。谁说我跟你和江雨欣是一家人？我们又没有血缘关系。你胡说什么呀，老公啊！你看你这女儿啊，她不喜欢我也就算了，她不能瞎造谣啊！小叶啊，我知道你对我心里有怨气，可是你和雨欣血浓于水，容不得你改变。爸爸，我没有说错呀，我看你子女功薄弱，确实只有我一个孩子。不过你倒是绿光照顶，绿帽子倒是不少，足足有12顶了。你个小畜生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江一怎么会知道我在外边乱搞？难道他调查我？不行，我得早点让他滚蛋。江一呀，我知道你对我们全家人不满，但是你也不能胡言乱语，不敬长辈吧？快给你爸道歉！我又没有说错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顾阿姨，倒是你3年内竟然打胎10次，而且还是不同男人的。活生生背了10几条人命，衰运缠身。要不我还是好心帮你烧些往生咒，让他们早日轮回吧。你个死祸害精，你才衰运缠身呢！你叫连3的诋毁我，让我死了你的嘴！妈，你没事吧？你个小贱人，你给我吃的什么？就是一点说真话的药力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混账东西！你诅咒父母，
现在竟然还要毒害你的母亲！来人，把这个孽障给我带下去，关进地下室。等一下，爸爸，难道你就不想听顾阿姨解释一下那世界顶绿帽子的事儿吗？江姨，你个贱人，瞎说什么呢？休想挑拨我们一家人的关系！我就乱搞怎么了？江晚风那老东西也不行，难道让我手活垮不成？我花钱到夜店里去玩小白脸不香吗？我还一次玩10个过。贱人，你说什么呢？我的老公，你听我解释啊！真的不是吗？江晚风，我给你戴10几顶绿帽子怎么？连雨欣都不是你的种！妈，你疯了吧？你别说了！你这个贱人，我掐死你！爸爸，你松手！你松手！这都是妖术，是江一想要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，都是他。对呀，老公，都是他污蔑我。你不相信，可以做亲子鉴定啊！小杂种，当我做一份假的鉴定报告，再来买卖是不是？小畜生，你敢耍我？今天要么就跟傅成燕离婚，我滚出定海；要么死路一条。副总，这是您之前交代查的邵夫人的资料。邵夫人的确是江万峰的女儿，在她出生那天生母难产而死，江家嫌她晦气，便把她扔在了清泉山。至于邵夫人口中的师傅究竟是谁，暂时还没有查到。继续查，查清楚他师傅究竟是谁，接近我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是，副总。少爷不好了，老宅刚刚那边说邵夫人早上被江家人接走，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什么？备车去江家。好啊，这个小畜生，你竟敢欺骗我！今天要么就跟傅成燕离婚，我滚出定海；要么只有死路一条。我为什么要离开？你从出生就是一个克死亲妈的断掌扫把星，你要是活着，早晚会克死我们全家的。所以今天你必须走，如果不走的话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可惜啊，你没机会了。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江万峰，我看你财帛宫不弱，但是眉间却红纹龙道，这不仅代表着你马上就要破产，而且还会有牢狱之灾。扫把星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江氏集团生意如日中天，怎么可能会破产？还什么狗屁的牢狱之灾？老公啊，你看这个扫把星啊，可反嘴的诅咒，你一定不能放过他呀！这是倒反天罡！来人，把这个孽障给我拖出，狠狠的掌嘴！江总，项目搭建的楼塌了，死了好多人，警方查到我们了，公司完了，你快跑吧！难道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时候也不早了，我要回家去找我的大叔了，记得把房子过户给我哦。这个贱人，都是你惹的祸！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住手！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傅成燕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傅家太子爷傅成燕，他久病缠身，一向深居简出，来江家做什么？不可能啊！傅成燕不是快病死了吗？小路都废弃，为什么他看起来比之前更健康了？你们是不是在找死？敢动我傅成燕的女人！副总，这个小贱人那就是个扫把星，这种话还不能留啊！我的女人也是你配无名的。徐特助，给我找最好的律师，我让他们在监狱里痛不欲生。是，副总。你饶了我们吧！部长，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！妈！以后不许再一个人出去。你知不知道到底有多危险？要是我当时再来晚一些，结果不堪设想。大叔，你是在担心我吗？你不生我气了？你毕竟是傅家的少夫人，我有义务保护你的安全，你别多想。
这么多好吃的，盘着。对了，副总，我们收到消息，老神仙的关门弟子下山了。若能找到他，一定能救你。在哪里？可以找到这个关门弟子？今晚天元阁举行鉴宝大会，专程邀请小神仙坐镇。若能取得大会头筹，就能获得和小神仙见面的机会。天元阁，我也要去。你去做什么？那里可不是什么好玩的地方。是啊，你去不太合适吧？哪里不合适了？师姐明明说很好玩的，他们俩不让我去，一定有鬼。小师妹，听师傅说你下山了，我特意在天元阁为你准备了鉴宝大会，很精彩的，你一定要过来玩啊！刚刚还说什么小神仙，从来没听师姐说过，我一定要过去看看，不能让他俩被骗了。算了算了，就带你过去吧。不过你这身衣服恐怕不太合适。这衣服怎么了？不好看吗？这是我师傅给我缝的。少夫人，天元阁乃京海第一商会，所来之人非富即贵。您现在是富太太，可不能再像现在这样穿了。我不要，就喜欢这件衣服。100万换一件衣服。好，成交。您现在立刻去请第一专家黄老出山，我们一定要拿下这个第一，见到那个小神仙。是。爸，天元阁举行了鉴宝大会，拿到第1名，可以见到清泉大师坐镇的关门弟子。不过我听说那个傅成彦已经派人去请了京海鉴宝大师。哇，如果真的被他们见到小神仙，那我们的计划不就泡汤了？蠢货，谁让你去公司的？如此沉不住气，怎么能成就大事？傅成彦早已身患绝症，要不是那群蠢货临阵倒戈，我早就把公司拿下来了。他能策反你的人，你就不能策反他的人了吗？爸，您的意思是……我明白了。江姨，好了没？好了好了。While you and me repeat, I'm waiting and always hesitating. Kryptonite desires set my heart afire. Heart on fire. 我去，这还是夫人吗？大叔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不好看吗？好，还不错。何止不错，夫人你美的简直像天仙一样，那个什么江雨欣跟您比简直差远了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副总娶了您可真是有福气。许特助，谢谢你了。走吧。师姐怎么把我小时候的照片拿出来了？这也太蠢了吧！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还好他给发现，不能告诉他，太多了。走吧。媳妇儿，我去，这不是傅家那短弟傅家太子傅成彦，说人不动躺着，最后娶了个村姑。你管他旁边那个叫村姑？这傅家小夫人看起来比明星都漂亮。傅生，江姨来了，你一会儿一定要她好看。没想到这个村姑换了身皮，还有几分姿色啊！我改变把她弄死的想法了，我要把她弄到床上，好好玩一玩。欢迎大家前来参加由京海第一商会天元阁举办的鉴宝大会，谁能慧眼识珠，从3600块原石中开出最具价值的翡翠，谁就能获得一次与小神仙见面的机会。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本次鉴宝大会正式开始，预祝各位旗开得胜。副总，有了黄老，我们一定能开出最有价值的翡翠，拉得头筹。拉得头筹？你该不会以为你真的能赢吧？你看看，这是谁？
不好意思啊，府少，虽然之前我答应了您，可是二少爷给的实在太多了。黄老，你敢临阵倒戈？众所周知啊，府少也是强弩之末，就算拔得头筹，也不知道能活几日。哎，这父亲的天变了。黄老，你太过分了！大叔，副总，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就找不到新的鉴宝专家，或许这就是命吧。大叔，你别担心，我可以帮你拔得头筹。江姨，你拿什么拔得头筹？就凭你这穷酸村姑，估计这辈子都没见过翡翠。我是没有见，但是我会望气术，照样变不了。不知所谓，哗众取宠。你刚说什么？忘气术？你脑子不会有什么大病吧？你当我们拍短剧呢？我的好姐姐，你跟傅成燕一个脑残，一个腿残，你们俩看起来真般配呀！江姨，好了，万物皆有时气时色，乃为生气、旺气、福气、禄气、贵气、血气、死气、绝气、鬼气、煞气。你们所谓的价值最高，不就是财气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看你说的这么头头是道，不如咱俩打一个赌如何？赌什么？在场的3600块原石之中，每个人挑一块，谁能开出顶级翡翠，谁就赢。如果你输了，就跪在我的面前，认输。那如果是你输了呢？笑话，我会输。我身边这位可是号称10赌10胜，创下赌石神话的黄伯翁老先生，我不可能输。我管你什么黄老秘，赌局开始前总得先定下赌注吧。好，如果我输了，我就跪下来向你磕3个小时，再叫你3声姑奶奶。小丫头，你别胡闹，黄老是创下神话的专家，赌石界的巅峰，你不可能是他对手。是啊，夫人，千万别冲动。这黄老号称翡翠神眼，实力逆天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既然你们知道黄老这么厉害，那还不赶快认输？谁要认输了？顾敏，我跟你赌。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傅明，他年纪还小。大叔，你相信我，我能赢过他。傅明，如果你输了，我不要你跪下来叫我姑奶奶，我要你10倍价格买下我开出的翡翠，顺便给大叔跪下喝100个小头，说我再也不敢。江姨，我傅成燕还没有轮到你个小丫头认出头。好啊，小嫂子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，因为黄老在我身边，我根本不可能输。诸位都听见了吗？这村姑和我傅明赌约为证，大家监督，可千万不能让她跑啊！本来我不屑于和你这个黄毛丫头比较，看来是你自己作死啊！那我就让你死痛快。黄老此人心量狭小，但是在京海分量极重。这样，你和我一起去向黄老求情，让他把赌约撤回，傅明那边我去处理。大叔，那要是我赢了，你能奖励我阴阳互补吗？江姨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开这种玩笑？我是认真的，我要是赢了，你就奖励我阴阳互补，可不是耍赖。江姨，介意就让你再蹦跶。今日我所受的耻辱，定让你10倍偿还。哪有这样看石头的？就这还敢跟黄老比赌石？我看啊，他是自作孽不可活。我还以为这姑娘有什么神，原来是对原石一窍不通的废物。杂质太多，仅有1点红翡翠，不值钱。小姑娘，就算你一点不懂翡翠，但也不能如此厚脸皮，偷偷观察我挑石头。谁观察你了？这石头是你自己不要的，就要这，你管我？强词夺理。小村姑，我看你是自己挑不出来翡翠，偷偷跟着黄大师自己抢夺他的吧？这就是你的忘气术。你们有所不知，我这个姐姐从小就被赶出去，估计流浪在外，没少偷东西吧？我就要这块石头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姑娘，黄老不要的石头，它肯定不值钱，你还是重新挑一块吧。我不要，我一会儿就要用这块石头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不要犯大处，可笑不自量。在这儿可不是比谁嘴硬，而是拼实力。二少，我挑好了，开始吧。满绿
竟然是满绿，石破天惊，满玉帝王绿，不愧是翡翠界的神话，人眼黄老果然名不虚传啊！满绿玻璃种帝王绿，老子想都不敢想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满绿帝王绿，上千块原石里面才能开出来一个，这得是多少钱呢？这块翡翠的成色质地，经过我们天元阁专家层督测，保守估价10个亿。10个亿，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！没想到这黄老开出了价值10个亿的天价翡翠。副总，要不要现在我派人强行带走少夫人？天元阁乃京海第一盛会，势力庞大，不可冲动。这样，你备份厚礼给天元阁阁主，让他出面调停一下。不管怎样，绝不能让傅明的赌约生效。是，副总。翡翠神饮，果真百闻不如一见。江姨呀，江姨，今天你这一讲，果真是踢到钢板上。献丑了，献丑了！怎么样，小村姑？看着你已经彻底输了。如果你能现在给我下跪认错，我可以考虑一下，晚上使折磨折磨。我的石头还没切呢，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。还切什么啊，江姨？近百年没有出过一次的满绿帝王绿，这块石头已经开出天价，你没机会。不到最后一刻，谁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。江雨欣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，小心闪了舌头。贱人，你就左右你！我的舌头！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我就让你死个痛快！师傅，给他开始！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看见才气冲天的呀！我还以为你能切出什么翡翠呢，结果直接开了个废料啊！废物就是废物，还好我们江家早就把你给扔了，不然今天丢脸的可就算我了。不要的废料能是什么好东西？我早就说过了，这姑娘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。急什么？我的石头还没切完呢。师傅，你朝那边再切一个。还切什么石头啊，江姨？不如直接认输吧。说是你现在肯跪下给我舔鞋，我可以考虑考虑，替你跟二少求求情。江雨欣，你休想！好了好了，既然这个小村姑非要自取其辱，那就给她切。副总，天元阁阁主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相信等他出现，这傅明应该也会卖他个面子。再准备5%的股份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什么？副总，这是你父母留给你的产业，你为了个女人说给就给了？他毕竟是为了我才跟傅明打赌的，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这样下去吧？是副总。黄匪，是黄匪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回事？就开出来一个带有杂质的红色翡翠，这玩意儿放到市场里边也就200块钱，真是浪费我的时间。一个跟在黄老屁股后面捡废品的废物，能开出来什么好东西？好，江姨，你可真够厉害的，还真让你把翡翠给开出来了。这块翡翠到批发市场上，怎么着也能卖200块钱吧？啊！都说不要自取其辱了，非要去丢人现眼。现在好了吧？整个傅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原来如此。怎么样，江小姐，认输了吗？我已经等不及在我的床上见到你。你个死村姑，是不是想找死啊？谁说我输？这块石头我还没切完呢。小姑娘，我劝你好自为之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今天就算让你重新挑选一块，你也是必输无疑。江姨，你今天就算是切1把，刀1000把，你的结局都已经注定了，赶紧认输吧！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。傅明、江雨欣，你们可别高兴得太早了。好，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师傅，给他开！等一下，自己想通了，自己准备认输了。我自己。金丝翡翠，竟然是十分罕见的金丝翡翠啊！我的天啊，这金矿跟玉矿的产生条件是千差万别，出一块金丝玉的概率比出帝王绿的概率还要低。这丫头不会是真的捡漏了吧？这如此饱满的红翡翠加金矿，真是前所未见的。天有鉴宝，真是精彩，
精彩啊！竟然是金玉矿，还真的被这小丫头给捡漏了。金丝玉也相当罕见，是不是意味着夫人能赢？不过可惜呀，金有价而玉无价，和我的帝王满丽相比，还略逊着一筹。经过我们专家团估测，保守估价，3个亿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大叔，你可千万别忘了我们的约定，不准反悔。夫人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打情骂俏？罢了，随他吧。萧村姑，就算你真的开出了金丝翡翠又如何？这次你还是输。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谁说的？小姑娘，金丝翡翠的确稀少，但满丽价值更高，这是整个翡翠界公认的事实，不是你嘴硬都能左右。蠢货就是蠢货，真以为走了狗屎运就能赢过黄龙？哼，真是痴心妄想，随便你们怎么吵。还跟他废什么话？主持人，赶紧宣布结果！我宣布。等一下，各位，麻烦瞪大眼睛看，这是什么？天哪！价值100亿的龙石种龙血帝王绿现世了！龙胆石龙血帝王绿，各位，这就是只在神话传说中有过记载的龙石种龙血帝王绿啊！这真的是龙血帝王绿。据说这种石头上次出现还是在上帝面前呢。值了，值了！竟然能看到如此绝技。我们赢了。既然我们赢了，那就请二少兑现承诺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明明是块废石，怎么会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他做了手脚。上1年就未曾现世的龙石种龙血帝王绿，怎么会轻易落到这个小丫头的手里？没错，一定是你们动了手脚。这个石头一定是假的。假的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！这是龙血帝王绿，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宝石啊！哎，是不是假的呀？它就是假的！你们两个居然敢在鉴宝大会上做手脚，要砸天元阁，不把天元阁的阁主放在眼里了？是谁胆敢在我天元阁闹事？ You train me out, so speculating, never enough. 是天元阁阁主，没想到他竟然亲自来鉴宝大会。天元阁阁主事意万金，今日亲自前来，莫非是因为那个谢等仙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阁主，就是他们在鉴宝大会上动手脚，像这种人还留在天元阁，简直就是对天元阁的侮辱！你少血口喷人！什么手脚能把废石变成宝贝？你做给我看看！阁主，他们几人与我们立下赌约，要是输了就要磕100个响，还要以10倍的价格买下我们选中的石头，而且在场人员皆可作证。确有此事吗？来人！既是赌约，那便说到做到，否则食言者再也不必来我天元阁。按住！给我磕！阁主，阁主！阁主，阁主，我错了，阁主你就饶了我吧。这是你与他人的约定，要放过也是他们放过，你求我做什么？不是，大哥，江小姐，我错了，你们饶了我吧。放过你，那也不是不行。拿钱。钱？什么钱？哎，我们可是说好了，输了要以10倍价格买。怎么？难道你还想抵赖？这样吧，我们签字画押100亿，你1分钱都不能少，看你还想怎么样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么多钱都够我花几辈子了吧？不是，100亿，我没有那么多呀。没钱，那要不劳动体战？刚好我师姐的夜店里还缺个男模，虽然你长得不怎么样，没有我家大叔好看，但好歹也是富家2少爷。怎么着，你不至于接不到客吧？这主意不错。我是富家2少爷，你让我去当男模？
等等，阁主，他怎么也算是我傅家的人，这么做实在有损体面。既然傅少开口了，你们把他给我丢出去。劳烦阁主。白阁主，先前说若是夺得大会头筹，就能和小神仙会面，请问小神仙？小师妹没对他们说自己就是小神仙，而且海报也贴出去了，莫非他们没看见？难不成是小师妹暂时还不想暴露身份，打算找个合适的时机给他们一个惊喜？小神仙啊，他有要事，先回去了。这小神仙可真神秘，而且从未听师傅师姐提起过，他究竟是谁？什么？小神仙出去了？那副总的病怎么办？我命中注定有此劫难，阁主先告辞了。师姐，那我下次再来找你玩，拜拜。看来我要快点和大叔阴阳互补了。大叔，这下你总可以和我阴阳互补了吧？你可是答应过我的，不许反悔。下来，出去。大叔，你这么早就想赶我走？我要是走了，谁给你治病呀？我的病情我很清楚，这些年来我已经寻遍了京海所有的神医，但他们都无可奈何。本以为小神仙出现可以救我的病，可结果他却不知所踪。或许这就是命吧。傅晨燕，人的命都是自己决定的，千万不要因为他人的想法而放弃。况且我说过可以治好你，就一定会治好你的，你相信我。来，大叔，张嘴。这什么？能治好你的药啊！你又要给我吃什么奇怪的东西啊？你相信我，这次真的可以治好你。我跟你说，这种感觉怎么跟之前不同了？好暖，好舒服。来，下来试试。怎么样？我的腿好了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这可是秘密，只要你跟我阴阳互补，我就告诉你。你一直想要接近我，要跟我，究竟有什么目的？当然是为了你啊！难道他一直对我不对吗？可只有他能帮我破解至阴之体啊！怎么不说话啊？难不成我哪里说错了？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啊？什么时候开始？他是指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会死的吗？那你别管了，反正就是很早之前了。原来他早就……是你先招惹我。难得今天都在家，得让小叶啊尝尝我的手艺。哎，小叶，我正想叫你们下楼吃饭呢。程叶，你的腿？我的腿已经好了。哎呀，这真的好了，快让奶奶好好看看。昨天晚上江姨就把我的腿给治好了，现在已经痊愈了。太好了，真的好了。小叶啊，你真是我们傅家的大恩人啊！奶奶，您别这么说，大叔是我的结婚对象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妈，我们来看您来了。妈，我们来看您来了。你的腿怎么回事啊？多亏了小易啊！哎，你们来干什么？妈，这不是您的寿宴快到了吗？我们是专程过来给您过寿的。这个乡下来的丫头竟然这么厉害，
把傅成燕病了多年的腿都治好了，看来他们更不好对付了。哎呀，我把这事儿都忘了。过几天啊，是奶奶的寿宴，在寿宴上呀，我把傅家的继承权呀交给程毅，再把你们的婚期定下来，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进我们傅家。妈，您真要把傅家继承权给他？怎么，有问题吗？当然不是，只是这傅家产业如此庞大，贸然交给一个晚辈，会不会有些操之过急了？哼，傅家的产业早晚都是程燕继承，还是说我这个老太婆年纪大了，没有傅家的话语权了，连傅家的继承人的位置都决定不了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老太婆活着的时候，你们就敢这么造次；我老太婆死了，你们还不把傅家的天给掀了？奶奶，您身体不好，别因为这个动了气。好，还是小易啊，事儿。这老太婆还真是不知道好歹，放着我们家不理不睬，去力挺傅成燕那个废物。现如今她病全好了，那老太婆更不会把傅家的产业交在我的手上。说来也奇怪啊，我之前看傅成燕那个病告单上明明写着是病危将死，怎么突然又好了？难不成是你耍我？我就说嘛，这一只脚踏进阎王殿的人，怎么可能突然痊愈？肯定是那老太婆和她联合起来耍我们。什么味？好像是药味儿。这药难道是那个从乡下来的小村姑送给老太婆的贺礼？她一个乡下来的村姑会熬哪门子药？别到时候再把人给吃死。那我们就助她一臂之力。既然老太婆那么看重傅成燕和那个村姑，我们就趁此机会把他们一举铲除。我看傅家以后谁还敢骑在我们头上？大哥，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还是把这个村姑带过来了。你说谁是村姑呢？我现在可是傅大。哦，对，恭喜姐姐如愿攀上傅家高枝。不过今日寿宴上来的都是那些上流社会的大人物，姐姐还是要小心分寸，别被人闻见身上的土味儿。我看还是你要小心点，小心让别人闻到你身上的臭味。你小嫂子，不知道嫂子的寿礼准备的如何了？今天可是傅老太太的寿宴，一般的寿礼自然是拿不出手的。别把你那些从村里带过来的什么药啊、食物啊，再拿出来丢人现眼。还有傅少，姐姐毕竟是从山里来的，没有参加过这种大型宴会，所以准备不周也是情理之中。我们的事情就不用二位操心了，不管他们一般见识。走。顾成燕，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？诸位，我仅代表傅家，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参加老身的寿宴。今日请诸位来呢，一是我老太婆的寿宴，二呢让大家看一看我傅家的孙媳妇儿。下面我向诸位隆重的介绍我傅家的大少夫人江瑜。大家快看，这位呀就是傅家的大少夫人。天啊，傅大少的腿居然真的好了！奶奶，这是我给您准备的寿礼，祝您延年益寿。奶奶，这是江姨啊，特地给你准备的补品。妈，既然这是您孙媳妇儿特意为您准备的，您不妨现在就吃下，试试功效。是啊，傅老夫人，早就听闻姐姐的炼丹技术高超，今天就让我们开开眼界吧。这傅家儿媳啊，这么好看，还会炼制丹药，还孝顺，跟傅家大少啊，简直是绝配。对啊，他们这么站一起，明摆着就是天生的一对儿。那么在此我就做主，祝程燕和江瑜喜结
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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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江神医怎么样了？府上，傅老夫人这东西有问题。大叔，有人给奶奶下毒了。下毒？老夫人此前只吃过你给的丹药，从未吃过任何其他东西，肯定是你下的毒。我没有。好啊，江姨，我说你一个山里来的村姑，怎么可能会制炼丹药？原来是以这个借口想害死老夫人。傅承业，你为了继承权还真是不择手段，和一个外来的人联起伙来给老夫人下毒。什么？他竟然为了傅家，连傅老夫人都敢毒害！亏我还把傅承言当成正人君子，没想到他私下竟然如此卑鄙。不是我，是有人在我的丹药里下毒，想要害奶奶。你这个理由也太拙劣了吧！我们的礼物都在自己手里，谁会有时间去给你的礼物下毒？姐姐，爸爸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不仅把爸爸妈妈磕进了监狱，现在连傅家也不放过。就是啊，刚才可是我们亲眼看着傅老夫人吃下他给的丹药才出了问题。这丹药我们只有在你手上见过，难不成还有人隔空下毒陷害你吗？哎呀，真是没想到，这个村姑为了我们傅家的资产，居然狠毒到如此地步啊！府上，这毒一旦入体，难以排出。江神医，让我来试试吧，我可以救奶奶。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，让一个下毒之人进行救治，谁知道是不是趁机做个干净？对呀，下毒的人会好心解毒吗？谁相信呀？不行不行，万一他再趁机害老夫人就完了。奶奶中的是断肠散，一旦毒性扩散就无力回天了。我可以将毒素逼出来。这毒啊，我们金海的神医都无力回天，你说你能逼出来？哼，碍事的老太婆死了才好。姐姐，你不能为了给你自己开脱就拿老夫人的命开玩笑啊！你要是现在承认是你下的毒，兴许傅家还能看在你是少夫人的份上，饶你一命。都别说了，究竟是谁在丹药里下了毒？在结论出来之前，谁都不能够下定论。傅承业，你可是傅家的人，你不向着傅家，你去帮一个外人说话呀？啊，居心何在？不好了，老夫人快撑不住了！你放开！奶奶的毒性一旦扩散，就真的来不及了。我看让你继续接近老夫人，才会有危险。你蓄意下毒毒害老夫人，现在又假惺惺的说要救治，莫非你是想故意彻底害死老夫人，卷走傅家的财产？夫人用恶话坏呀！奶奶，你要干什么？奶奶，江姨，江神医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清楚啊。好了，你们别紧张嘛，我已经将奶奶体内的毒素逼出来了。我说姐姐，你演戏好歹有个限度吧，这吃进去的毒能那么轻易逼出来吗？既然你说没事，那傅老太太为何还不行呢？我看啊，她就是故意找借口，拖延时间罢了。老夫人再三的吐血，这明显就是恶化了。哼，你还说这是你逼出来的毒素？香姨，我们傅家对你不薄啊，你非但不知道感恩，还毒害老夫人。来人，把他给我丢出去！我看你们谁敢！傅承业，你什么意思？念在你也是傅家之人，我全当你被那个村妇迷了眼，可是你连奶奶的性命也不顾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江姨做的？很爷，胡闹也要有个度。在场这么多人亲眼看见他把丹药递给老夫人服下，还不够证明的吗？就是在场内啊，这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这个丹药，不是他，难不成还是我们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丢出去！等等，奶奶之所以还没有醒过来，是因为方才的毒性过于猛烈。只要我将奶奶体内的补药分解开，把补药的功效发挥到最大，奶奶马上就能醒过来。你个村姑死到临头了，还故弄玄虚？是不是故弄玄虚？你一会儿就知道。姐姐，你就别嘴硬了。京海江神医在此，连他都不敢担保能够救醒老夫人。你说你会救，你会不会医术，外人不知道，
我这个妹妹还能不知道吗？我相信他可以。笑，你相信他能救，他就能救吗？我的病就是江姨治好，我当然相信他。大哥，你就这么断定他这个村姑能把奶奶救醒？不如咱俩打个赌怎么样？好啊，说吧，赌什么？在场所有人都听着，如果江姨没有把奶奶救醒，她傅成燕要自动放弃继承人的身份。好，大叔，我们就跟他们赌。你相信我，我可以救好奶奶。好，可若是你们输了，按照约定，自己滚出傅家。大哥，你是和他一样早上没睡醒吗？连江神医都办不到的事情，你觉得他能做到？哎，既然你大哥担保了，那就让他试试。治吧，浪着春姑，治死吧才好。如此一来，这傅家可就是我们的了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他就是个江湖骗子，怎么能把老夫人救过来？你们两个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好了，奶奶马上就能醒过来。看你就是在故意拖延时间。人，给我把他们带走！住手！奶奶，我看你们真是反了天了。妈，您没事啊？你是巴不得我有事吧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也是关心您啊。关心我？我出事的时候，你不是第一时间救我，还要把我孙子赶走，你这是关心我。奶奶，你怎么样了？程烨是我钦定的继承人，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傅家的财产都是他的。奶奶，你也太偏心了吧！闭嘴！程烨是我的亲孙子，佳玉是我的孙媳妇儿。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傅氏集团的公司、房产都是你们的，谁也抢不走。奶奶，天啊，整个傅家都是我的，这该有多少钱呀！你个老太婆，你凭什么这么做？老太婆，你凭什么这么做？就凭我现在还是傅家的老夫人。傅明，不准对奶奶无礼，是你们要打的赌，按照约定，立刻滚出傅家。陈燕，再怎么说，我们也是你长辈，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？赌是你们要打的，现在的结果也是你们自作自受。妈，我可是你亲儿子。这件事儿是你们做的不对，你不该对程燕和江玉苦苦相逼。你走吧，还有傅氏集团的生意，你就不要接手了。妈，快点给江姨道歉！你好，江小姐，刚才是我得罪了，我给你赔礼。傅成燕、江姨，今天的屈辱，我一定会让你们还回来的。等等，你想做什么？道歉。对不起。老公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是啊，爸，那个老太婆竟然一点家产都不给我们留，现在搞得您工作还丢了，我们可不能这么认输啊！输？谁说我要认输？我倒要看看傅成燕死了还怎么继承家产业。你快想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不要慌，大师终于把你盼到了。傅老板大老远把我喊过来，还非要我本人亲自来，是有什么要事吗？我想请大师帮我杀一个人，事成之后，价钱是之前的3倍。怎么，上次给你的断肠散没用上？用了，但是我的断肠散可是有几百种毒物炼制而成，吃下去会立刻心神俱散，
吐血身亡，想杀谁还不是轻而易举？断层伞被解了。什么？什么人竟然解得开我的断层伞？他叫江怡。江怡，可真是冤家路窄，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他。他是认得他。何止认识，我俩还颇有渊源呢。渊源？想当年我和他一起拜师学艺，明明我天赋比他高，可清玄那个老东西却处处偏袒他，后来还说我心术不正，将我赶出那里。这次我倒要看看我们俩谁比谁厉害。什么？江怡是清玄道长的徒弟？没错。怎么，你也觉得我比不过他？没有。放心吧，这些年我勤思苦学，学习了很多秘术，江怡早就不是我的对手。那可太好了，有了大师相助，肯定能事半功倍。傅老板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你既有想杀的人，我一定帮你杀。副总，怎么了？这是我翻遍古籍、踏遍深山老林才找到的噬魂骨，只要我不死，它就会一直寄生在你的身体里，蚕食你的灵魂，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死去。没事，走吧。江怡，我看你这次怎么救？大叔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快跟我阴阳互补吧。那个副总，既然你已经到家了，我就先走了，不打扰你和夫人的好事了。他怎么走了啊？你真的知道什么是阴阳互补吗？这个嘛，师傅确实没有告诉我。不过师傅既然让我来找你，那你肯定知道。大叔，快跟我阴阳互补吧。可以是可以，但不是现在，要等结婚之后才可以。结婚？我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那不算，当时是情势所迫，而且我以为你是别有用心。现在我想给你一场正式的婚礼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那今天早点休息，明天我们去试婚纱。好。副总，你来了，在这边。走吧。这也太神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喜欢的话，去试试看吧。副总，让我一下子买这么多婚纱，还都是知名设计师的作品。看来你虽然嘴上说着不喜欢，但背地里早就对夫人起歹念了呀。你工作做完了没？干完了，干完了。刚才夫人订的那件，可是我打爆了好几个电话才买到的高定，是里面最好的一件。干得不错。哇，这也太好看了！怪不得之前给你介绍这么多你都不喜欢，原来你眼光这么高啊！怎么样，大叔，我好看吗？哦，好看。那我就要这件。姐姐，这件衣服恐怕你带不走了。当母亲怎么哪儿都有你？我当然是过来看看姐姐穿上婚纱到底有多好看了。不过可惜了，就算穿上这件高定，也掩盖不了你身上土包子的气质。你说谁土包子呢？信不信我打烂你这张整容脸？你们来这干什么？今天这里不接待别人，我劝你们最好快点离开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让人请你们出去。大哥，别急，我们只是来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。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，赶紧走，别在这碍眼。姐姐，你身上的那件婚纱是我的。这件婚纱我已经买下来，我们已经付过钱了，这是收据，
在场的所有婚纱都是我们的。你们的收据在我这儿没有用。傅二少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这件婚纱的设计师已经和我签了合同，他已经同意把这婚纱卖给我了。大哥，你买的时候，这个设计师没告诉你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太清楚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。店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副总、夫人，实在是对不起，这位设计师一直和我们店里有合作，他的作品一直在我们店里售卖，从来没出过什么问题。只是因为副总这次要的着急，我们还没来得及核对版权，所以才出了这么大的纰漏。怎么还是我们的错？你们未经过设计师允许就拿出来售卖，你们的店还想开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赔钱给你们行不行？赔钱？我们副总缺你这点钱吗？况且我们副总和夫人明天就要结婚了，你们怎么赔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店里还有其他的婚纱，你们要不再看看？就是啊，姐姐，你的气质就别糟蹋这件高定了。我看啊，外面那件普通更适合你。要不还是算了，反正这件婚纱我也不是很喜欢，我去把它换下来吧。江雨欣，你干什么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大叔。姐姐，你怎么走路都走不稳啊？你还真是个村姑，穿上婚纱之后连路都不会走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大哥，你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作为弟弟，我当然是来祝贺你。我不需要你祝福，我劝你们最好快点离开。你放心，拿到这件婚纱之后，我们马上。东西给你们，赶紧走。我怎么了？这是我的婚纱，我自然想做什么。来人，给我拉出去！行了，大哥，我的礼物已经给你送到，走吧，雨欣。这么好看的婚纱就这样被毁了，这也太可惜了。副总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与设计师提前商量好。没事，是傅明故意挑事。这样，你再去买一条过来，不管花多少钱，绝不能比这条差。可是这已经是知名设计师的作品了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恐怕……没关系，大叔，我刚刚看外面还有几件挺不错的，我再去试试吧。等等，我有办法了，副总，我有办法了，拿下了！好，立刻送到金海高奢婚纱店。怎么了？你有什么办法？副总，你还记得你之前看上的那件伊莎贝拉的绝作吗？他肯卖了。没错，我的人在那软磨硬泡了3天，他终于答应卖给咱们了。太好了，来了，副总，你要的东西。哇，这就是顶级设计师伊莎贝拉的作品吗？听说她一生可只有3件婚纱作品，都被私人买家收藏了。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看见了。这不仅是伊莎贝拉的作品，更是她最后一件杰作，耗费了近10年的时间。整套礼服既华丽又优雅，现在看来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婚纱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看。当年我有幸在拍卖场见过一回，只可惜没有拿下。虽然现在多花了些钱，不过也算没有遗憾了。这件可比刚才那件好看太多了，大叔，谢谢你。你喜欢就好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今天傅太太穿的可是伊莎贝拉的绝作。哎，听说了，很多记者都来了，都想看看这件绝世佳作呢。真羡慕啊！这么盛大的婚礼，还有独一无二的婚纱，这傅太太也太幸福了。好啊，江姨，没想到你还留了后手，真是个……可惜啊，他的好日子到头了，又努力就要放错。好，大家安静一下，欢迎各位亲朋好友来到我们的婚礼现场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女主登场。
哇，这傅太太本人竟然长得这么漂亮！副总和夫人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啊！张小姐，请问您是否愿意嫁给傅先生？无论生老或者病死，健康还是疾病，您都愿意嫁给他，陪伴他一辈子吗？我愿意。傅先生，请问您是否愿意娶江小姐为妻？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生老或者病死，您都愿意娶她，陪伴她一辈子吗？我怎么了？时间到。程砚，程砚，你没事吧？他好像是中毒了。中毒？怎么会中毒呢？是啊，好端端的程砚怎么会中毒？大哥本来就身患旧疾，我看是旧疾发作了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给傅总下的毒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不过是傅承业身边的一条狗，还敢咬我？傅明，谁让你动手的？我们是来给你大哥贺喜的，不是来闹事的。夫妻，傅明，我问你们，是不是你们干的？妈，程岩好歹是我侄子，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，我怎么会给他闹？不可能，只有你们一心想要害傅总，除了你们还能是谁？谁知道他在外面又惹什么人了？大叔的气息越来越微弱了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大伯父给侄子下毒，亲妈给儿子下跪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你懂什么？这种豪门里的恩怨，可不是我们普通人能看得懂得的。儿子，妈求你了，你把解药给程砚，只要程砚活着，我把公司都给你，富士集团的财产我都给你，我只要程砚活着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今天的一切都是你逼我的，妈。您先起来，我真没给程砚下毒，真不是你干的。我傅先敢对天发誓，如果是我给程砚下的毒，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！真是个老狐狸，要不是你花大价钱找到我，我怎么会给他下蛊呢？奶奶，我先给大叔疗伤，护住他的心脉，你让大家都出去吧。好，大家都先出去吧。不对，如果是中毒，毒素应该已经遍布他的全身，为何他的身体内没有毒素？等一下，所有人都不准走！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？在这里，是蛊虫，是谁给大叔下的毒？什么时候下的？等一下，所有人都不准走！怎么了？程砚有事吗？奶奶，他没有中毒，他是被人下蛊了，而给他下蛊的人就在这儿。都这个时候，还不出来是吗？没想到啊，你还是有点本事的，这么快就找到我了。清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师妹，好久不见。为什么要给大叔下蛊？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婚礼物，喜欢吗？你有什么怨恨冲我来，把大叔的蛊解了？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有本事就自己解开呀！怎么，清玄道长的关门弟子连个蛊都解不开呀？什么？夫人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清玄道人的徒弟？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这是什么法术？怎么这么厉害？被你们赶出去这么多年，我走遍千山万水，收集各种古籍，就是为了习得更高的法术，将你们踩在脚下。
你知道师傅为什么要赶你下山吗？那是因为你心术不正。师傅本想让你放弃修炼，做一个普通人，可谁知你还是走上了邪路。那又怎么样？你现在已经是我的手下败将了，我现在就要杀了你，提着你的头去找清玄那个老道。你已经走火入魔了。江姨，你可是玄无名最宠爱的小徒弟，你要是死了，他应该会很心疼吧？光是想想这个画面，都觉得很是开心呢。你要干什么？不能伤害我孙子！奶奶，清然，你忘了师傅的训诫了吗？不可以有法术伤害凡人。我早就不是他的徒弟了，也无需听他的训诫。我今天就杀了你，你就去地下做他的徒弟吧。孽徒，住手！我今天就杀了你，你就去地下做他的徒弟吧。孽徒，你还不赶紧给我住手！师傅，玄道长，想麻烦了。玄无名既然敢来，也好，省得我费尽心思去找你。今天我就让你们一起死在这儿。你修炼禁术，给普通人下蛊，还害了那么多人，知错吗？玄无名，你有本事就把我放开，我们好好打一场。你把我捆着，你算什么君子啊？你以为你还是我的对手吗？我们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孙子？是他倒霉，那蛊是我准备给江离的，是有人花了大价钱要买你孙子的命啊！什么？是谁要害我孙子？妈，你别听他这个妖怪胡说八道。我是妖怪，傅老板，你不是说只要我帮你杀了傅成燕，你就会给我一大笔钱吗？钱呢？妈，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呀！他这是诬陷。若不是你百般祈求，我为何会对他下蛊？明明就是你贪图傅家的财产，才让我帮你杀了傅成燕的。什么？是傅谦下的毒？傅总可是他亲侄子啊！这人的心也太黑了，为了钱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呀！你为钱杀人，还害了那么多的人，你到底知错不知错？赶紧把人身上的蛊给我解喽！解开？你做梦去吧！这可是我苦心钻研多年的噬魂蛊，没人能解得开。没过多久，它就会魂飞魄散了。解开？你做梦去吧！这可是我苦心钻研多年的噬魂蛊，没人能解得开。没过多久，它就会魂飞魄散了。那怎么办？师傅，你快救救大叔啊！把他带到房间去吧。他怎么了？他罪孽深重，我抹去了他的功力和记忆，他现在就是个普通人。师傅，大叔的气息越来越微弱了，你快救救他呀！他体内的噬魂蛊和清然的命相连，只要清然不死，他身体的蛊就很难解。那还等什么？赶快杀了他呀！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抹去他的功力和记忆，就让他在清玄山闭门思过吧。那我的孙子怎么办？程燕他不能死呀，他要死了我可怎么活呀？奶奶，你别担心，我师傅一定有办法。师傅，你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放心吧，乖徒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清然所有的功力化成的内丹，把它放到傅成燕的身体里，他就认为他是主，就不会再伤害他。可是蛊虫在身体里不取出来，会不会有危险呀？蛊虫以他的身体为生，不仅不会伤害他，还对他的身体有帮助。太好了，师傅，我就知道你最厉害了，那你快救大叔吧。道长，事不宜迟，那就赶快开始吧。啊，程燕，你
醒了，太好了！奶奶，江姨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夫人，傅总的身体啊还没有恢复，大家都先出去一下，我还有一事要跟他嘱咐。哦，好，常言，我们先出去了，你慢慢静养啊。徒儿，你留下。师傅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他的骨啊虽然解了，但是啊他受玄阳之体影响，身体还很虚弱，你们尽快的阴阳互补为好。好。可是师傅，到底什么是阴阳互补呀？你，这你还是问他吧。大师，我知道，只是为何一定要阴阳互补呢？你呀是玄阳之体，小易呀是至阴之身，本来你们俩一死无疑。你们的父母呢，正好互相认识，给你们立下了婚书，所以啊，你们阴阳互补后啊，才能活下来。谢谢大师，我们一定尽快阴阳互补。好，那我的事儿已经办完了，我这就走了。师傅，哎，有事儿找你师姐，我还要去云游呢，勿扰。哎，师傅，过来。刚才司仪的问题，我还没有回答。我想说，我愿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愿意和你在一起。大叔，我也愿意。那你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吗？知道。我的时候，于是那一颗心啊，我开始显得彼此默默有多多。妈，这件事不是我的错。闭嘴，别叫我妈！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是给程燕下蛊，是你亲侄子呀！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呢？是我一时糊涂，妈，您原谅我啊。你走吧。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明天我召开记者会，对外宣布你跟傅明不再是我傅家的人，你们永远也没有继承傅家财产的权利。什么？没错，即使程燕死了，傅家的财产也不会落到你们家人的头上。妈，我是您的亲儿子，你不能这么对待我呀！是啊，奶奶，我也是您的亲孙子呀。妈，我们可是一家人呢。一家人？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们陷害程燕的时候，怎么念及我们是一家人呢？你们给我滚！滚！王夫人，您先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。让他们滚！你们再不滚，我就叫保安了。